念佛人老 K， 特别是东方家庭啊，我们从小啊都会被灌输一个观念，节俭啊，就是要惜物惜福啊，几乎所有的长辈们都会这样告诫我们嘛，尤其是老爸，每天在耳边啊念念叨叨的不要浪费啊，东西没坏就不要换啊，听多了都会觉得很烦吧？但大家知道吗？这一句啊，没有坏就不用换，其实是蕴藏了很多玄机在里头的啊。老 K 也是啊，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啊，觉得这一句话只是一个普通的劝世之言啊，甚至有时候会联想到嘛，老爸就是小气啊，一台电视已经看了30几年了，去同学家都看那种超大的萤幕啊，这个回家却要一家好几口啊，挤在这个餐桌前啊，看着这个小小的30寸啊，我们家是很穷吗？然后就一巴掌打过来了，对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直到老 K 开始接触佛法，开始念佛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这句话里面呢是蕴藏着很多玄机的这可是跟我们的福报、运气和我们修行的功德非常相关的今天呢，老 K 就带大家来一层层的拆解这些关系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看了会叫小孩来看所以我今天就稍微讲简单一点好了。首先节俭为什么人要养成节俭的习惯呢？你们看就连美国那种东西坏掉连修理都不修都直接丢掉买新的国家那美国的老爸们到老的时候还是会体验到节俭的重要性纷纷告诫年轻人你要节俭要懂得惜福虽然年少轻狂的一辈总是听不进去嘛因为人直到体会人的福报是有限这件事的时候通常已经是40岁以后的事情了吧对吧？以前老 K 不知道听过哪一位大师说的说的这个40岁以前消耗的是上辈子的福报，而40岁以后呢，消耗的是你这一辈子积累的从0岁到39岁积累上来的福报所以换句话说人要节俭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我们都要为将来积累福报和资粮而不是一口气挥霍殆尽而且在这个其中你又养成了浪费的习惯，到时候我们才惊觉当年老爸其实说的才是对的这往往已经后悔都来不及了老 K 记得我忘记不知道是小学还是中学的国文课本里面就是那个打破水缸还被他爹称赞的那一位叫司马光写了一篇训俭示康都还给老师了吧老 K 也差不多不过下面这句话你们肯定听过，没有还给老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在说你要从一个节俭人变成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的，而反之你是一个已经习惯挥霍无度的人如果哪一天你不再富裕了，要你养成节俭的习惯那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嘛所以这边要说的就是节俭其实是一种习惯浪费也是一种习惯，我们要养成好习惯是需要时间但是染上恶习只需要一夕之间吧。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后辈会出来跟老 K 说不是老 K， 我花的是自己的钱又不是别人的钱我阿嬷那台冰箱用了快40年了现在早就出新的了我老爸那一辈子工作这么努力但是他那台车也开了30几年都没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对吧？但老 K 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道理在里头的你们看上面这几个例子你阿嬷和你老爸用东西用了几十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之内你阿嬷从来不愁没有冰箱用你老爸也从来不愁自己没车开嘛虽然他们没有享受到最新的这个功能最完善的对吧？你阿嬷那台冰箱虽然连门把那个锈都往下滴但是每次你去他家他都是好菜好饭端出来哪一次不是热腾腾的饭菜你老爸那台车从你小学开到你大学毕业甚至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小孩都生了，他还去接自己的孙子上下课嘛也是平平安安的把小孩接回来老 K 要说的是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内
没有因为自己的欲望花了1分钱啊，不仅知福惜福啊，还为我们贡献了这么多啊，对吧？当年很多人啊，打肿脸充胖子啊，就一定要用到最新的旧车一定要换新车嘛否则啊，别人会觉得我很穷啊，看不起我就惨了冰箱明明好好的没坏呀，就是要跟左邻右舍攀比呀，最后研究了半天，觉得自己应该买新的嘛，结果一台冰箱买下去啊，功能很齐全啊，一台10几万啊。然后好不容易啊，最近才把分期付款还完啦。结果这20-30年你的阿嬷和老爸从来没有因为欲望而背过债啊，而你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啊，还得去找更好的工作去维持这一份分期付款的开销嘛。那到底是你的人生赢了，还是你阿嬷和老爸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呢？所以这个节俭并不是小气不是省钱这么简单其实是知福惜福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表现我们佛教里讲的福报不光是钱财它是因果循环的结果。我们每个当下的心念是贪心还是惜福其实都冥冥之中早就记载在这个阴司的生死账目中这并不是表象上你浪费一物这么单纯而是每个贪念它都会助长我们的恶习而且它就会悄悄的消耗我们的福报与资粮我们有看过吗？弥陀经上面有写嘛，极乐世界众生福报很好不用担心自己的食衣住行因为靠佛力福报足够一切随心所欲嘛但即便如此我们如果用自己现在这种贪心的欲念去求生极乐世界的生活都难以相应和求得嘛更何况这个娑婆世界大家的福报都是有限的，就像一桶水一样你用一滴就是少一滴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学会节俭就等于加速在消耗这桶水嘛，到头来我们就开始会觉得自己运气变差诸事不顺这绝对不是凑巧这是因果给我们的警讯说到这里老 K 想要深挖一下为什么我们老是想要换新的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一种执着吗？我们常说三毒嘛，贪嗔痴其实这个贪念才是里面最狡猾的存在因为它往往藏在这个小细节里面你看我们常常看到长辈们一个东西用了10几年明明也不是没有钱换新的他就是不换总是说够用就好了嘛。年轻人有的都以为他们只是不知道新的有多好用嘛但是我现在懂了，其实这些长辈都是想要养成一种不贪心惜福的习惯你们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念佛人每天就是在求生极乐世界，每天都在念佛嘛，对娑婆世界都没有依恋但是现在真的吗？看到这个新的 iPhone 新的衣服出来新的包包心里还是会觉得痒痒的明明旧的就现在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不就是为了贪新鲜、贪享受吗？这贪念一起并养成习惯以后那就要小心了你心中到底还装不装得下阿弥陀佛正所谓惜物即惜心浪费即放逸意思就是说珍惜物品就是守护内心我们养成不浪费的习惯才不会三心二意嘛你看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也是一切随缘不会执着物象嘛，因为几乎所有的福报都是佛力加持而得来的嘛。那我们如果老是想要换新的不就是把自己牢牢绑在极乐世界了吗？其实老 K 讲到这边我其实是在反省自己过去我也常常犯这些过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看很多师兄姐应该不至于这样，不过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我们说了这么多理论老 K 在此分享一些实例，让大家比较有共鸣。以下这些都是老 K 在反省自己浪费的瞬间希望各位连友听看到老 K 的缺点可以有所省思。当然你如果没有这些毛病这是最好的。第一老 K 要说的就是换手机这件事情现在的 iPhone 都做得很好嘛每年都推出新的，而且还不止一次有没有人像老 K 这样一推出新的就想要去多了解一点好像看着看着就会想要换新的手机嘛明明现在旧的手机功能也都还够用看了这个新的广告出来一点点噱头比如说 AI 很厉害就心动了嘛，想要换新的手机之后冷静下来想一想很多功能自己都用不到
后来反省过后啊，这些都是贪欲。经上说的少欲知足啊，就是在提醒我们的满足现有就能积福啊。你看嘛，这旧的明明还用得好好的，那硬是要换新的啊，这就等于是在烧自己的福报啊。所以下次新的 iPhone 出来啊，老 K 会好好提醒自己啊，不要再着魔了，现在的够用就好了。啊，第二个啊，就是吃东西不吃完嘛。啊，老 K 年轻的时候比较常犯，现在是还好啊，但是有时候老 K 出差的时候啊，因为要赶时间啊，比如说跟客人约会议之前啊，去这个附近的咖啡店，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啊，这点了大杯的嘛。有时候因为赶开会没有时间喝完就这样丢掉这就是一种浪费食物嘛。如果是同事老板请客的那更糟糕那对不起同事和老板嘛。老 K 记得《华严经》上面有说过好像说过浪费食物就是损福的行为因为食物都来自于大地我们念佛人要学会感恩每一口饭菜要吃完才算惜福所以这一点老 K 今后也要小心没有时间就点小杯的就好不要太贪心了第三个就是不节约用电小的时候常常被爸妈骂长大之后换我们骂小孩嘛人都是自私的嘛，如果这个电费是自己出的那就会痛你们看看像老 K 常常住饭店，有时候一出门就忘了关灯关空调这些其实都是在损耗自己的福报。其实这跟免费和自费的没有关系，因为大家想一想自己如果没有相应的福报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一些嘛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因为自己住饭店这个电费不是自己缴的那就永无止境的这样尽量用，因为这些都是在耗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要珍惜一切资源嘛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果报的一部分第四个我想说的就是浪费水其实跟刚刚浪费电的概念是一样你看有一些人洗澡比较舒压嘛在一洗就1个小时站在这个莲蓬头底下这样冲水一冲就是1个小时嘛，对不对？有没有看过那种人去公共场合这个水龙头开了就忘了关去住饭店一样嘛，这个水龙头的水不是自己缴费的所以就尽量用不懂得珍惜水资源嘛，这些一样都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开个玩笑，这样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生在这个沙漠的国家对吧？来小心下辈子念佛没有往生的人果报就是出生在这种缺水缺资源贫穷的国家第5点其实就是所有不是自费的东西都不该浪费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一个福报好的人你出门总是有人帮你赞助，总是有服务这更要懂得惜福千万不要以为别人出的钱我们就可以无尽的浪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细节没有人知道但是鬼神都这样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啦有没有听过这个阴司有记录一切的这个业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浪费别人的我们就欠下这个因果债。所以老 K 这个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念佛修行也要懂得惜福不要以为都没人知道你看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贪心了嘛，但是这些小细节就察觉到这个自力修行还真的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惜福不只是节俭这么单纯还要舍弃这个占便宜的心这说实在就是贪念的另外一面嘛老 K 以下就来聊聊几点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如何对治这个贪念。首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老 K 一样对时间执着老是想要赶快解决这个烦人的工作觉得自己时间你想要留着自己用变成自己的 free time 但有时候大家觉不觉得把时间用在别人身上，把这个耐心用在别人身上其实这也是一种布施的机会用我们的时间来服务别人，这个社会和大众其实这就是一种布施嘛。人家说这个修布施就是对治贪心嘛。大家有没有看过《维摩诘经》经中就有说到布施就是菩萨道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布施的机会嘛。再来就是这个意念上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们念佛人要把这个联想占便宜的心都要舍去一切随缘一切得失都有如过眼云烟因为比起独享这些福报我们拿来利益大众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大家念过这个华严经的人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普贤行愿品也有说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断贪嘛。
念佛人更是要保持清净的心嘛，我们要习惯性的舍弃这个占小便宜的习惯。聊了这么多啊，老 K 在这边总结一下，我们开头那句啊，没有坏就不用换。其实蕴藏的这个无上的玄机啊，就是惜福不贪。从养成这个节俭的习惯啊，到反省自己浪费，再到舍掉占便宜的习惯，我们在这个其中啊，学到的就是知足啊、布施和无常观。这些绝不是空谈啊，是日常修行。愿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啊，都会在生活中累积自己的资粮啊。最后啊，老 K 想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也有浪费的习惯过呢？大家也可以像老 K 这样啊，在评论区啊留言分享一下啊，跟大家讨论一下也可以。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